美股如期走到了上涨结构9，并且还是黄竹超买状态未确认，这一个位置究竟需不需要止盈离场呢？周二收了一根阴线，跌破了反包阴线当中阴线的低点，接下来是要调整的吗？如果真的调整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进场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光闪迪呢继续的震荡 ，AMD 则是出现了连阴踢量的形态，是否会有反弹的机会呢？英伟达连收2根阴线，多少钱可以重新接回来了呢？一直在提醒大家，机会的circle真的涨起来了。今天呢出现的上涨缺口，是否会是一个波段启动缺口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2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如期走到了上涨结构9了，短期需要止盈吗？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闪迪、谷歌 LITE、Circle、APP 以及呢 RKLB。这个 APP 的话呢是有个学员问到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一个信号，是不是可以去进场？Circle 的话呢，则是出现了疯牛出栏的形态，有没有进场的这个机会？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来看的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今天已经如期的走到了上涨结构9了，走的是一个横盘的这种格局，没有怎么上涨，也没有怎么的下跌，基本上呢走的是一个箱体的这一个震荡。那么对于这一个纳指呢我们在昨天开盘之前给大家呢在行情广播当中去讲到，因为周二的话呢它是美股的第2个变盘点，然后的话呢恰好又是一根9号 K 线，所以对于呢这一个纳指的话，我们昨天开盘前讲到的因为它在这一个周一跟这一个上周五当中形成了一个反包阴线的一个形态，其实呢它们都属于变盘的这一个形态那如果你是弟子班学员的，那你的一个策略就是继续的黄竹，继续的拿着，会走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确定，它只要一直都是黄竹状态的，那就拿着。像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黄竹了差不多呢就是2到3周的这一个时间，所以现在如果你是弟子班学员的，继续黄竹你就拿着，黄竹消失收一个阴线呢，把这一个黄竹的低点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选择在这一个位置呢短期止盈离场，就说明它这一轮呢已经干嘛就涨完了，接下来呢它要开始呢进入到调整当中。那如果没有出现黄竹销收阴线的，那就说明它没有涨完，那你就继续的拿着就行了。但是的话呢，它在这里出现的反包阴线的这一个形态你可以以反包阴线的高低点你给我做一个箱体，如果收到阴线跌破低点的，那么建议呢短期的学员你可以先落袋为安，没有跌破你就拿着，等9号 K 线出来之后再说。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昨天的这一个纳指已经收了一个阴线，跌破了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反包阴线当中它的这一个低点的一个价格 26,548.26， 今天的收盘是收在了 26,445.45 的这一个价格，所以短期的这一个学员想要在这里止盈的话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看着这一个黄竹操作的，你是根据呢这一个反包阴线的这一个形态去操作的，在这一个位置跌破的时候呢，选择止盈离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那句话，吃鱼吃中段就行了，没必要说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这个呢是没有谁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干嘛在相对的这一个底部进场，相对高点的位置离场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是根据呢反包阴线离场的，那么昨天的话呢已经可以选择呢落袋为安了。那如果说你还在里面你没有根据这一个反包阴线离场的，那么你也可以以今天的这一个9号 K 线作为我们判断的这一个标准。9号 K 线的话呢，它的一个高点跟低点，一个是在 26,372.31， 一个是在 26,679.26， 可以看一下纳指在这一个位置，它是选择呢收了一个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的，
那么这个位置的9号 K 线它就是一个中继9结构，意味着上面它能干嘛继续走到中继13，那我就可以继续的拿着。相反，它在这一个位置收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它就是一个高位9结构。那高位9的话呢，短期它是要有回踩的需要的，但总体来讲，飘带刚刚转为多方带，回踩下来一定是机会带这个风险。所以对于整一个美股来讲策略应该就短期的考虑的是什么时候止盈，长期的考虑的是哪个位置可以继续的去加仓。所以如果说它在这里真的收了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短期呢可以先考虑在这里呢先减仓，或者说短期操作的话可以先选择止盈，回来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接回来。没有收到阴线跌破它的，那你呢可以暂时的再去拿一下下。 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纳指的这一个走势。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纳指一些关键的一些价格那么关键价格当中的话呢，目前第一个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定到 0.809 的这一个价格，大概 26,662.12。 这个价格呢从这个位置突破之后，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到现在的话呢，已经有连续1天、2天、3天、4天、5天，有连续5天的这一个价格都达到了它。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最高价的话呢来到了 26,679.26 的这个价格，跟我们讲到的这个主力位 26,662.12 的价格呢差了就是17个点不到20个点，然后呢开始遇阻回落的，那就说明 0.809 的这一个价格确实来讲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前面这一个次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是属于双重的一个阻力。如果说这个位置当中它突破完之后需要呢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去确认突破有效，形成企稳的一个状态，那不然的这个情况下，它哪怕这一个位置当中有阳线突破，收盘价也突破也没有用，这种呢它叫做假突破，因为它没办法企稳，假突破它就没办法去创新高。所以有的学员注意一下目前纳指这一个 0.809 的价格主力仍旧在，没办法突破的话呢，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短期它是要有回踩的这个需要的。当然还是那句话，回踩下来我还是觉得呢机会大于风险。那假设说它在这一个位置真的形成的是一个高位9结构，往下去调的话呢，什么时间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时机呢？那我觉得下一个关键的这一个变盘点的话呢，应该会是在这一个本周五的位置。也就是说假设这个位置它形成的是一个中继9的结构，那么大概率来讲在周五的时候涨到周五，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相反这一个位置当中它没办法突破的，它形成的是一个高点变盘的，跌下来的话呢，大概率来讲在周五附近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9号 K 线究竟是个中继结构还是一个高位结构，就决定了周五它容易形成的是一个高点变盘还是一个低点的变盘。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纳指。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黄金期货的日线因为很多学员有在关注这一个黄金期货，当时的话呢 Josie 已经很明确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位置是黄金的一个2次筑底，3950点到4000点可以呢分批的去建仓这一个黄金，然后可以看到呢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已经即将去到4500点了。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截止到我现在为止，这一个纳指的话呢已经走出来了一根9号 K 线，并且的话呢它是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因为它收的这一根阴线的话呢不是一根实打实的阴线，它是一个假阴线，就不算了真正的一个确认，但是它也是一根9号 K 线了。所以有在关注这一个黄金期货或有在做的学员注意一下9号 K 线它的低点是在 4415.7， 高点 4495点，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看一下它是会选择阴线跌破它的一个低点，那么就意味着这一轮短期的行情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它应该要有一个调整，它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那相反它收的是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一个中继结构的，那就说明了黄金它没有走完，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走，走到多少点？走到 0.618 的 4550.1 的这一个价格，那么呢我就可以继续的拿着，
跌破它的一个低点的情况下，那心里边有预期，短期它要有回踩的一个需要。那么从这一个价格上去看的话呢，它在日线上的关键的阻力位的话呢，目前来讲在 0.5 左右，4436.6的这一个价格。看一下它这个价格能不能突破并且企稳，能突破并且企稳的一个情况下，那应该来讲它会往4550点去。这个价格没办法突破并且企稳的，那么短期来讲呢，它这里应该会是一个高点啊，就是在4436附近的这一个位置会形成的是一个短期的高点，那它呢就要有回踩的一个需要，所以有关注黄金的话呢，可以看一下，一个的话呢是9号 K 线的高低点，一个呢就是 0.5 的阻力位，是能突破还是说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呢形成突破不了，形成一个短期的高点？好吧，这个是讲到的黄金期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呢，要注意的一个点，前面给大家讲过啊，它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这一个信号，所以短期来讲，它是要有回踩的一个需要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时候回踩它是为了走得更加的好，你能看到它的一个飘带已经急剧的在收窄了。非常大的这种概率性呢，它要转为多方带，一旦转为多方带，那它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机会。所以有时候呢，短期的这种调整不代表不好啊，还是那句话，它是为了走得更加的好。那如果说呢，我在这一个位置已经离场的这一个小伙伴，短期来讲，对于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怎么样去进场？那么进场的话呢，有2个这一个方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昨天开盘之前，在我们的这一个行情广播当中给大家讲过，那什么时候进场？2个条件，要么呢，它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这一个黄烛的一个高点，形成了我们讲到的该跌不跌的这一种形态，那么呢，它就要大涨，我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去进场。但这种呢属于追涨法了啊，所以一定要以黄烛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这是第一种。好，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它短期调整下来，转为多方带之后呢，在这个位置低吸的去进场。那目前的话呢，对于费城半导体指数，个人的这一个观点没变，要么呢，它给我来根阳线，突破呢这一个黄烛的高点12425.74的这个价格，形成了一个该跌不跌要大涨的这种形态。那我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追涨进去。那相反，它呢没有收到这一个阳线突破，它在这里呢直接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那么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进场。所以对于这一个费城半导体的话呢，已经离场的这一个学员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呢，它是会选择突破还是跌破的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没有进行这个离场的，还在里面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你可以以这一个阴线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跌破的话呢，我就走了；没有破的话呢，你就暂时再去拿一下，看一下呢，它能不能转为多方带。为什么相对来说呢，这一个 Josie 对于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相对比较看多，因为它的周线上其实已经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了啊。等一下给大家去看一下。那么如果费城半导体真的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哪些位置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在它缺口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呢是在11495.28到11707.78的这个价格。它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在这里的，真的跌下来能在这个缺口呢出现止跌形态的，那么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场点，那大家呢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那为什么 Josie 相对来讲会对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比较看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周线。它周线上已经给大家讲过，上周就跟大家讲了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蓝烛的这种状态，并且在上周的时候，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了。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费城半导体每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周线上出现这样的这一种机会的啊，它后边的涨幅都不会特别的差。虽然呢，你说它在这个位置100%能拉一波这么大的行情，100%能拉一波这么大的行情吗？我不敢跟大家这么讲，但是能从以前的这个历史能看到的点，就是每一次它回调到多方带，或者说哪怕是处于空方带状态啊，它出现了这种机构低吸或者价格便宜的信号的时候，它涨的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对于费城半导体的话呢，周线上其实还是那句话，它是有机会的。那就看一下它日线上有没有给大家呢2次进场的一个机会。
跌下来机会大于风险。好吧，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接着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呢，就是英伟达啊，英伟达前面给大家讲过了啊，它在这一个位置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它是一个短期呢我们该止盈的一个价格。但好消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它是处于一个多方带状态，还是跌下来机会大于这一个风险。而且你能看到的一个点啊，英伟达在这里它才走了一个缺口，两个缺口。按照我们讲的大波动的这种行情，走了4到5个缺口的情况下，那么英伟达还有呢这个缺口在等着大家。所以我倒觉得它在这个位置真的跌下来的情况下啊，一旦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形态的情况下，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去进场。同时的话呢，在缺口的这一个位置看一下能不能呢不要被完全的回补啊。它如果说只是这么大的缺口，它回补了一点点，没有完全回补，然后就开始上去的，那么这一个形态叫回眸一笑的形态啊，是缺口当中一个呢非常典型的这一种微洗盘的一个手法啊，到时候给大家去讲一下。所以有英伟达，所以有在关注英伟达的小伙伴啊，短期来讲它呢还有继续调整的这一种需要，但是跌下来机会大于这个风险。真能跌下来的情况下，那么一定呢是不可多得的这一个机会啊。那相反，它万一不跌下来啊，它反而干嘛直接上去的话呢，那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错过它的一个机会？那么它也跟这一个费城半导体一样啊。如果说它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黄烛的高点，形成了一个该跌不跌，当然这种还是那句话，属于追涨了。如果真出现一个阳线突破它的话呢，那么呢黄烛的低点一定要设置好止损价。但相反，它没有进行一个突破，跌下来的话呢，哪些价格可以低吸？我觉得相对来讲啊，支撑比较不错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是能撑住的一个价格的话呢，就在0.5的这里，213块2毛7，也是这一个大的缺口临近于下缘的位置，还是前面几次呢平台的一个价格，这个支撑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效，可以看一下啊，213块2毛7左右。看一下英伟达能不能呢在这个价格收到一些止跌的形态，能收到止跌形态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位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低吸的一个底部，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呢就是跟大家讲到的啊，就是短期它要震荡，但是震荡的时候呢给自己设置好一个防守位。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AMD 的防守位设置在哪里啊？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8月9号这一期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去讲过啊。有的学员你以这一个呢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这一个低点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大概来讲多少钱？469.5的这一个价格，真的收到阴线跌破的话呢，那我们就止损出局。你可以呢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股票。那相反，如果它没有跌破的情况下，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啊。这个是8月9号，大概在27分25秒的这一个视频当中讲到的内容啊。那稍微比较神奇的一个点，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价格，已经呢有连续2天都踩到了今天的这一个价格之后，收盘价收了上去。你看一下，它在周一的时候打到了它在这一个周二的时候也是打到了这一个价格，然后上去的。所以目前来讲呢，阳线的这一个低点并没有跌破。有的学员呢，你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看一下呢，它在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反弹之后呢，我们再跑可能会更加建议一点。那好消息的话呢，就是 AMD，它在今天的时候呢，收到的这一个假阴线。除了是一个假阴之外，它还是一个连阴踢量的这一个形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走的是一个连续的阴线，并且呢，成交量呈现踢量的这一种缩量的这种状态，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 ，AMD 这一个位置的连阴踢量很有可能呢，它会构成这一种底部啊，它的一个关键点的话呢，要怎么去判断连阴踢量当中最后一根阴线的这一个高点大概多少钱啊？475块9毛9，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低点，它也算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形态。它在这一个位置能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是一个连阴踢量的这一个买点。它在这里呢，短期来讲，它应该会有一波呢向上的这种反弹的一个行情，因为整一个飘带仍旧处于空方带啊，所以只能呢当它是反弹，不能当它去反转，除非呢它可以在这一个位置突破这一根大阴线的这一个高点，
它才有可能构成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通通只是反弹行情而已。能收到阳线突破的，短期会有反弹，没有收到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那就意味着它在这里可能呢还得继续往下去调，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第二个的话呢，把防守位的话呢，我会放到哪里？放到今天的这一根十字星的一个低点的位置，463块2毛1。假设后边它是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来讲不用想了，它肯定会去探前期的这一个底部的位置。所以有的学员注意一下啊，就是阴线的这个低点不要被收到实打实阴线跌破，收到实打实阴线跌破的，那就说明了它要去探这一前期的底部了。没有收到这一根阴线跌破，收的是阳线突破的，那么这个位置应该会构成一个短期的这一个底部，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设置好防守位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这个 AMD。当然现在的话呢，大家能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一个股票呢已经干嘛，就是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能不能在多方带的位置找到一些合适的底部呢，然后去进行一个低吸。当然如果说呢，也为了让大家呢更好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底部吧，然后我们在本周的话呢，是给大家呢推出来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一个课程，叫寻底财富之旅的这一个内容，主要跟大家讲到的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呢，叫底部居点进场倒计时。第二个的话呢，叫牛股起跑线回踩就是狙击点啊，就是跟大家呢去讲一下，就是如何呢在一些合适的底位置去发现它是一个底部，然后去进场。那么在这一次的寻底财富之旅当中啊，第一节课会在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就周四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然后的话呢，第二节是在周六的上午的10点钟，跟大家呢去讲解呢如何去寻找牛股的起跑线。好吧，除了这一个正式课程，好吧，除了我们的这一个寻底财富之旅之外，同时呢，我们要跟那一些我们弟子帮的这一个学员去讲到啊，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会开始呢，我们连续30天的这一个呢陪跑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在这一次的连续30天的这一个陪跑计划当中，那么在这一次的1个月的陪跑计划当中，我们的这一个主题呢叫财富狙击团，就带着大家呢去狙击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财富。除了这个股票之外，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一个期权的这一个老师呢，给大家去系统的去教学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学员呢，他是很想要去学习这个期权的，所以的话我们专门邀请了这一个老师，然后每周的话呢是4节课程，下周开始的话呢是从周3到这一个周六，每周的话呢是有4节的这一个课程，既跟大家去讲股票如何呢从小白去入门，到最后的话呢实现稳定盈利，同时的话呢也教大家期权小白也是如何呢实现稳定的这一个盈利。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一次1个月陪跑计划的话呢会给大家去带来的当然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财富狙击团的话呢，因为每一个狙击手他都必须要有这一个武器，所以如果说您是弟子帮的这一个学员的那么你可以直接免费的去参加我们为期1个月的陪跑之旅。当然如果你不是弟子帮学员的那么您可以以这一个观察员的这一个身份的话呢，去加入到我们的陪跑计划。这一次观察员的这一个身份，因为还是那句话，需要武器，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为期1个月的这一个软件跟这一个行情广播。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以这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去看一下呢自己跟这一个系统合不合适的，那你也可以呢去报名我们的这一个观察员。那给大家去讲一下，如果你不是弟子帮学员的话呢，我们的这一个观察员的报名费是200块钱你们自己可以呢给助理，想要去参加的话呢，你们可以给助理呢回复一个200。我们是一个小班课，然后课程满了之后呢就不再招人了，就为期1个月，我们过了之后才会开启第2期第3期，好吧。那接着的话呢，再来看的这一个股票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已经反弹触及到空方带了一直都是黄烛状态，但是没有确认。今天是一个上涨结构罢了，要注意一下，还是一个十字星。给大家讲过的一个点就是十字星本身它是用来看变盘的，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短期超买的这个信号，所以有特斯拉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地址班学员继续黄竹，你可以继续的拿着，等到9号 K 线之后再判断要不要去进场，或者等到9号 K 线之后呢，再去判断要不要继续拿着，还是要离场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不是地址班学员，看不了黄竹信号的，你以今天的这一根十字星的一个高低点，低点329块5毛3，高点336块2毛钱，收到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在这里十字星呢选择向下去变盘，收到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336块2毛钱的，那就说明它选择向上去变盘，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会定到这一根大阴线高点的位置342块1毛1附近，没有办法收阳线突破之前，这一些通通只当反弹去对待，只是因为呢它在这里出现的话呢是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一个信号，这一波反弹的话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不错的，一般来讲价格便宜加上去跑盆的话呢，反弹的这一个时间能达到呢短波行情差不多就是2周左右的这种行情。所以如果有这一个特斯拉的地址班学员直接看黄竹去操作，不是地址班学员你就以十字星看一下向上变盘还是向下变盘的一个问题。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美光的话呢，维持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观点不变啊，它在这一个位置短期仍旧继续的在这里进行这一个震荡，走下来的话呢，它有这一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大概来讲836块6毛2左右，上去的话呢，它要有这一根乌云盖顶当中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阻力930块8毛8左右，它在这里还是那句话，上去有阻力，下来有支撑。其实我真的觉得多空你都不大好赚钱啊，除非你能看到它在这一个位置震着转为了多方带，那么它呢可能就会行情开始启动。它在这里没有进行转为多方带，或者呢没有办法突破阴线的这一个阻力的话呢，那么都代表着它在这一个位置没能启动你就心里边有预期，短期它肯定会在这里继续震荡的。想要进场的，我会建议大家呢，要么等它突破阴线阻力，要么等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说。但如果说你说我要等到它突破这一个阴线的阻力，太干嘛？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了，有没有更小的这一个方法去判断它接下来是会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在昨天收到的这一个 K 线的这一个形态有学过的话应该都知道，它叫做天地双剑的一个形态，也叫做揉搓线它代表了现在是处于一个多空平衡的一个状态，就看一下接下来是多方占优空方占优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也可以以这一个天地双剑的高低点844块6毛2到894块9毛9看一下，它是选择多方占优选择突破的，那多方占优很有可能它会转为多方带，它如果选择的是向下跌破的，那不用想了短期它在这一个位置还是得继续的震荡，甚至于呢调整，那我会建议大家就再等等，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闪迪。闪迪稍微来讲会比美光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也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状态，而且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闪迪在这一个位置还是一个呢孤岛反转的这个形态，到现在都没有进行一个回补缺口呢，所以要注意一下。有闪迪的学员还是那句话就是以这一个阴线低点的一个位置1187.26的这个价格，它是有支撑的，因为这一天它是一个砸盘阴线，砸盘它是用来接货的，所以你看到它有连续很多天的时间都是砸到了这一个砸盘阴线低点之后，没有进行一个跌破然后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阴线的低点它会有支撑的这一个作用在里面。但上去的话呢，它也有阻力，就缺口的这一个上沿的位置1345块钱，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呢，所以短期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下去有支撑上去有阻力的这样震荡的格局，等它震荡完选择方向之后再操作，不然的话呢你多空都很难赚到钱，好吧？这个是讲到的闪迪，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Circle的话给大家讲过非常多次了我们从第一次讲比特币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比特币它在这一个位置进行一个筑底，然后呢讲黄金也讲了它是一个筑底，然后讲这一个 Circle 又再一次跟大家讲它在这一个位置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行情，因为你能看到下方的这一个
聚宝盆一直有资金在里面，只是说它没有进入到做多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人家起码是进去了，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横盘箱体的一个震荡，所以呢，我在它大涨之前可以看一下啊，8月10号最早其实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Circle 的这一个关注，因为 Circle 它周线上出现了这一个底部9的这一个结构了。如果说9号 K 线的低点没有被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它最少会有一波2周以上的行情。我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去讲，8月10号这一天就跟你们讲了，它没有跌破它的这一个低点的情况下，它最少会有一波呢2周以上的行情。日线上它的空方带也已经急剧的在收窄，能转为多方带可以考虑进场了啊。然后刚讲完这一个 Circle 的话，今天就收了一根阳线，直接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并且的话呢，还进入到一个黄烛的这一种状态。但我还是那一个观点啊，周线上它既然已经告诉我们有机会，那你心边有预期，它会有一波2周以上的这种行情。所以除非你能看到 Circle 它再收一个阴线啊，反过来把它的这一个缺口啊，今天已经出现这个缺口，3天之内给补了的67块4毛8左右，就这个缺口今天出现的缺口，它3天之内，比如像这里一样，3天之内补，3天之内补，3天之内补的，那么说明了它还没有启动。这个缺口但凡能撑住3天的，心里边有预期，它是一个波段行情的启动缺口，那对于我们来讲，行情它就已经到来了。所以有的这一个学员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干嘛？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又得继续震荡，没有出现这样的一根阴线给它回补的话呢，那么这个缺口就是一个启动型缺口，我们就心里边有预期它要起来了。然后上方的这一个主力的话呢，第一个先看第一个缺口78块2毛2到78块9毛7，这里能突破的话呢，再往上去抬高我们的目标价。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RKLB 啊 ，RKLB 我还想着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有个大跌啊，因为盘前确实跌的很多啊，当时我还想着它可以呢在缺口的这一个位置跌下来，然后大家呢去加一下仓的，但没想到呢没给大家机会啊，今天还出现了一个假阳线的这一个形态。那么假设说呢，就是 RKLB 你有在这一个位置就是出现乌云盖顶的时候，你有在这个位置减仓的话呢，那么你想要重新去加仓回来的，那么给大家去讲一下啊，就是2个的这一个策略啊。第一个策略的话呢，就是它已经转为了这个多方带，如果说你看到它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乌云盖顶当中阴线的高点86块8毛3的，那么这个位置就说明这个乌云盖顶它是真的用来砸盘接货的啊，用来就是打压这一个股价，然后去接大家手上的这一个筹码的。那你心边有预期啊，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大概率来讲啊 ，RKLB 要在这一个位置走一个波段行情了，就是它不是说短期的就10个点啊，或者短期的这一个5个点可以去决定的，它应该会走一个比较大的波段的这种行情。那这个位置呢，可以作为一个追涨点。当然，如果你说我在这个位置等到突破它之后再去买，稍微来讲呢有点高了的情况下，我现在要去加仓的话呢，那你可以干嘛？就是以今天的这一个阳线的一个低点75块4毛6作为我的一个防守位，因为今天走的这一根 K 线它是一个假阳线。很多时候呢，假阳线我们有时候称它会假阳见底，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假阳线它的一个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假阳线低点被跌破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阳线它是用来诱多的，那我就要注意一下这一个风险。所以如果说呢，我在这个位置想要去加仓的话呢，这一个假阳线的低点一定不要让它跌破75块4毛6，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会假阳见底，跌破了的话呢，那么这根假阳线就是一个诱多的阳线，你要谨防呢，它在这里还会继续的往下去调。所以如果想要加仓的学员啊，就这一个价格设置好防守位就行，没有跌破的话就没有问题，然后能突破这一个乌云盖顶当中阴线的高点的，那么应该来讲它会打开上涨空间，期待一下吧。
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RKLB，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是 LITE 啊。LITE 的话是有一个学员一直问的一个问题，能不能买了？因为你看一下非常的标准，由空方带转为多方带，然后有一个回踩，今天的最低点差一点点踩到了缺口的位置，最低点踩到了这一个飘带上沿以及缺口下沿的位置之后呢，在这个位置收了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当针的一个形态，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当针探底？我觉得概率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想要看 LITE 的这一个学员啊，看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当针的高点823块7毛钱，能不能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能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当针探底的一个形态，我觉得它应该呢就会在这里要起来了，然后以缺口下沿的位置作为一个止损价785块3毛4。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应该来讲它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它要起来了，这个形态它就叫做回眸一笑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啊，接下来可能它就真的要起来了啊。往上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先定到这一个底部起来到高点的这一个 0.618 的位置898块1毛8啊，这里能突破了的话呢，到时候再给大家去讲 LITE 往上的阻力在哪里，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谷歌。谷歌的话我已经讲过非常多遍了啊，在这一天开盘之前就给大家去讲过怎么样去止盈的一个问题，你们可以看一下8月5号开盘前我就跟你们讲了，它如果呢你是弟子班学员的，黄竹消失收阴线，我们呢就止盈离场，没有系统的你就以370块2毛5作为防守位，跌破你就止盈了。但没想到当时在这个位置既黄竹消收阴线又跌破我们的止盈位，然后一路往下跌，往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出了一个连阴梯量的形态，然后在这里还收了一个阳线，当时好多学员就问我这根阳线是不是能进场了，所以你看一下，我又在昨天开盘之前又跟大家去说了，它昨天虽然收了阳线，但是没有突破阴线的高点，所以看一下今天能否再收一个阳线，突破阴线的高点357块5毛5，能出现的这一个情况下你就进场，没能出现的你就再等等。下方的支撑在348块3毛5，今天的这一个收盘价已经干嘛跌破了348块3毛5的这一个支撑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你看一下啊，这一个底部让大家买啊，你不买，涨上去这个位置让你卖，你又不卖，现在跌下来了。所以你看，如果说你能按照这个节奏去做的，那谷歌你肯定是赚到钱，没能按照这个节奏去做的，那基本上来讲涨跟你也没关系，跌反而会让你亏钱。那对于这一个谷歌的话呢，目前来看打到了这个 0.5 的一个支撑，但是并没有止跌，没有止跌那就再等等，说明了它还有更加便宜的筹码在等着大家。所以有在关注谷歌的这一个学员啊，看一下这一个缺口335块4毛5到339块1毛6的这一个价格，它能不能撑住？能撑住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起码它要给我出一个阳线去买吧。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阳线或者3日底分型，那你才可以在这里买。没能出现的话，那说明了它还有更加便宜的价格在等着大家，那就不要着急，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谷歌。那接着呢，再跟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 APP 啊。为什么我给大家讲 APP？ 因为你看一下它的周线，周线已经在酝酿聚宝盆形态，并且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干嘛？机构低吸的这个信号，并且远离这一个飘带。虽然说呢处于这一个空方带状态，但是一旦远离飘带，最少来讲它会有一个干嘛反弹的空间，也是相对比较不错。只是说它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蓝烛状态的，那你就可以一直的观望，直到它干嘛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那我就可以进场了。一旦呢周线上出现的这一个机会的话呢，最少它都会有2周以上的这个机会，所以有在关注 APP 的学员啊，看一下周线什么时候能确认啊，周线级别的风险也是最少2周以上的风险，所以要注意一下，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日线，日线上的话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信号，并且下方也是在酝酿聚宝盆。稍微比较遗憾，上次财报的时候啊，出现的这一个价格便宜没有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
不具备呢进场的一个机会，然后今天又再一次跳空下跌，然后今天又再一次跳空下跌，出现了一个散户割肉的这一个模型。散户割肉必须要有修复的动作在里面，没有修复动作，你比如像这个位置，那就说明干嘛？大家在争先恐后的进行一个割肉，那就没有机会。所以不要说看到了价格便宜，看到了散户割肉你就进场，一定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确认。没有确认，它是要有继续往下调整的一个空间的。那么 APP 往下去的话，关键的这一个支撑就会在缺口这里，304块5毛2到320块钱附近。看一下它到这一个位置的时候，能不能呢出现一些止跌的这种形态，比如说价格便宜确认能出现的话呢，那基本上来讲啊，它在这里应该会有一个补完这一个历史缺口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反弹，那我就可以进场。一般来讲，就是补这一个历史缺口的时候，它是以一个价格便宜去补了的话呢，一旦确认的话，那么它反弹的空间肯定会比这2次要大，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下反弹，没有出现的，那你就继续的等待，好吧？以上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记得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